微告，今天任务是下龙湾。在世界遗产面前醒来是什么样的体验？这里是下龙湾，拥有大约2000座的石灰岩小岛，被誉为海上桂林。我们将搭船深入探索，走进最大的钟乳石洞，登上英雄岛。那我们一起出发吧！各位，我来到下龙湾了。我这次呢要来这边玩2天1夜的行程，而且要住在船上。然后你当然也可以选择1天的行程，或者是3天2夜。然后我觉得报名旅行社是最快的方法啦。然后你船的等级呢，也可以选3星、4星、5星、6星。那我穷游呢，就是选择3星就好了。然后2天1夜刚刚好，我们开始吧。一早导游到背包客栈接我们，坐上大巴就出发喽。来参观博物馆。认识当地的珍珠养殖，总共约3-4小时的车程，抵达下龙湾啦。然后我们现在呢要先上一台接驳船，出发。到了，这艘船。我们这2天的行程都会在这艘船上。哇，进来了 ，Hello。先来分房间发钥匙，来 check in 我的房间。哒啦，我今天的房间。然后我原本是订 share room， 就是会跟别人睡在一起。然后因为 agent 答应我说会跟另外一个女生住在一起，但是结果他刚把我派到一个男生去，然后就跟他反映，然后他就给我1个人1个房间，耶！这是厕所，房间外面的风景。船总共有3层，最下面这层呢就是房间的地方。现在上楼吃饭，然后第2层楼呢就是有吧台，然后还有吃饭的地方。好饿了，那就先开动啦。船上的食物其实都蛮丰盛的。好啦，吃饱饭了，我们现在是自由时间，我们就来逛逛吧。来到船顶，也就是第3层，这里可以好好享受美景。这边就是下龙湾了，被列为世界遗产，真的是超美的，就是很多小岛，然后在水中这样凸起来。下龙湾以壮丽的岩溶地貌和石灰岩峰林闻名，加上海水常年侵蚀，才造就这片世界独一无二的奇景。今天是2月27号，然后现在温度差不多16度。如果有风的时候会冷，但是如果现在的话还好，就差有点乌云啦，但是没关系，欣赏这个世界奇景。好啦，我们躺下来休息，欣赏风景吧。好美哦！现在要换小船，要前往第1个景点啦。登岛啦！我们来到 T-Top Island， 这边就是以前的天堂岛，现在称作英雄岛。然后我们现在去爬山，好多人哦！哇，偷偷看一下旁边的景，继续往上走。他们说爬上来总要走300个阶梯，但是因为刚刚真的太多人了，好挤。不到10分钟，我们抵达最高点了。哇，看下去的风景，这边就是这个岛的最高点，然后很多人在这边拍照，因为可以看到整个全景，超美的，真的是号称为越南的桂林。这些石灰岩经过亿万年的溶蚀和侵蚀而形成。在下龙湾是水上石灰岩岛屿，桂林则是陆上山峰。好啦，上面拍完照之后，我们下山吧。我们去下面走走。现在下山没什么人，刚上山超多人。哇，这边也可以看到小景，窗角的一隅，这样也好美哦。现在走下来这个观景台之后都没人，刚刚一堆人，可能是同时下船吧。然后再看一下风景，我们刚刚的船啊，就是停在中间，然后再换小船再下来这个岛上。下山，这个山有直的，才91.6公尺而已。然后站上去之后看到的风景跟现在在平面看到的风景差很多，所以一定要上去。这么冷的天气，有人跑下去游泳，
下来之后呢，可以逛逛一些小店啊，然后旁边有海边。来到海边，如果你不怕冷的话，因为现在差不多16度，你可以下去游泳玩水。但是我真的看我穿羽绒衣，超冷，我不敢下去。我在海边走走逛逛就好了。How do you feel? Do you like it? Is it cold? 好啦，我们在这个岛上差不多待了1个小时，我们要上船去另外一个地方了。拜拜。抵达。哒啦，我们登岛啦，来到 Surprising Cave， 粤语叫做很神速，我们来看看吧。然后又要爬山了，哇，爬上来的风景，哇塞，进来了。这里是下龙湾规模最大、最壮丽的钟乳石洞，1901年时被法国人发现的。这里面就全部都是钟乳石洞穴，然后这边是第一个洞，哇，里面有丰富的钟乳石、石笋、石柱等奇特景观。再来就要发挥想象力了。这一只大象，这边有一群的猴子，这边有一个女生，这是一只骆驼。这些水他们以前会拿来取回家用。惊讶洞面积约1万平方公尺，由3个洞穴组成。我们现在走去第一个洞穴，这边是蛮宽敞的。他刚刚说，原本从第一个洞穴连到第2个洞穴的路上超窄很矮，就是比较适合越南人穿过去。哇塞，好酷哦！哇，这边比刚刚上一个更大了耶。我记得之前在日本冲绳的时候有去过一个钟乳石洞，但是那边跟这边感觉不一样，因为这边又感觉蛮开阔的，就可以看外面的灯光进来，就是不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。继续前往下一个洞穴，哇塞！来到第3个洞穴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很特别一个钟乳石形成的东西。这边那是什么东西呢？刚导游说很像大炮，然后第2个呢比较像手指这样指上去，然后第3个呢你们就自己回答吧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走在这下面好像在地心探险哦，在挖宝藏一样。他说天花板有一个洞一个洞这样凹下去，是因为在好几不知道多久以前，其实这边是在海底下海浪拍打形成的。这边有一只乌龟，是真的自然形成的。哇塞，后面还有哎，这边好大哦。这个参观动线啊，就是 A 进 B 出，然后跟着这动线走就对了。然后导览员也会沿路带我们参观讲解。乌龟啊，在越南象征长寿，然后可以摸一下，它的头都被摸到亮晶晶了。这边有一男一女，然后这一颗是一个鳄鱼吗？看得出来吗？一个鳄鱼，一只鳄鱼，差不多这样就把洞穴逛了一圈。然后你在里面看到的啊，几乎98% 都是天然形成的，只有我们现在走的这些道路是它后面人工的，但是全部都是天然的。我觉得大自然的力量真的好神奇哦。我们现在准备出去了，走出来的风景，我们现在要找到出口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回来了。今天虽然天气没有很好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漂亮。你们看，好啦，上船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回来了。
差不多5点半，然后现在就是点心时间，看风景，吃点心。接下来是 Cooking Class 越南春卷小教室，教我们 DIY 包春卷。我做完我的越南春卷的，结果失败，它直接破掉了。那没关系，我来吃吃看它口感。一样好吃，可以沾这个鱼露酱。好了，我们的 cooking class 成功，好好玩哦！就第一次做越南春卷，其实越南春卷蛮简单的，就是把那个皮用湿之后，然后把料放上去卷，就成功了。只不过注意不要用太湿，也不要放太多料，不然会像我第一次一样就是失败。好了，成功了，第二个越南虾卷。good。哇，现在晚上了。在等吃晚餐的空档呢，我们可以欣赏旁边的风景。现在已经天黑了，然后我们周围有很多船，我们就停在这个湾中间。晚餐时间啦，一样非常的丰盛。吃完晚餐来钓鱼。现在在钓小管。1 hour later， 我在这边钓了1个小时，完全没钓到东西，不钓了啦，我去休息吧。哦，但是你们看一下后面的景色，超美的。啊，那我差不多结束今天第一天的行程了。我们今天呢就是睡在这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在这个湾中间，船停在这里，然后旁边都还有很多船。然后明天早上呢，就是在这边起床，然后可以看日出。我好像是第一次在船上睡觉，然后哇，就是很特别的经验。然后今天呢一整天体验的活动，看到一些中午食啊，我觉得还也蛮开心的，还认识很多新朋友。那明天见啦！早安，今天下完第2天了，然后我今天早上呢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起床，有没有很特别？然后等一下呢有一个活动要去参加了，我们最后一个活动就是在这边搭船，然后进去那个洞穴里面。然后这边有2种打法，一个是坐船让他们滑进去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划独木舟。我懒惰，当然就是让人家滑。这里是川洞，又称天井洞，因为想要欣赏这美景，就得先滑过这低矮的洞穴。爬出洞后，就是宁静的天然内湖。山壁上还能看到很多小猴子。四周被石灰岩峭壁包围，就像是个隐士桃源。绕湖一圈，享受着别有洞天的景色后，就要回程啦。去完最后一个行程之后，我们就要准备 check out。现在差不多9点半，然后就是自由时间。然后现在船慢慢在往回路上的地方开去，然后旁边也都是船。这样的风景真的超美。然后你可以看到那边有一颗岩石，就是最代表下龙湾的一颗岩石，好像是2只公鸡在打架，叫做斗鸡岩，但从这角度有点看不太出来。最后好好感受这世界奇景吧。回来了，最后一顿午餐。
结束旅程，我们要回去了。结束2天1夜游，我们回来了。正式结束2天1夜下龙湾行程，回来河内了，然后会开车接送我们回到原本的 hostel， 就直接在老城区下车。那这次的行程呢，我觉得非常的棒，第一次体验坐在船上，然后2天1夜真的是世界奇景。不过呢，如果天气再好一点会更棒。好啦，那推荐你们一定要来，下次见 ，This is Alive， 拜拜。来走越南最高峰了，也是中南半岛的最高峰，无限上坡跟超大的风，风景超美的，美到不想讲话。现在4点10分，准备出发登顶，抵达最高点了，我们准备看日出。